好，各位好，我們來解今天 LeetCode 的問題。今天的問題是第2054題啊，所謂 two best non-overlapping events。好，它是被標示為中等難度的問題。那它這邊是給一個 zero index 2D 的一個整數的陣列啊，叫 events。所以它的 events 在 I 的話，原則上你就把它看成一個 tuple， 3個元素的 tuple， 所以它有 start time， 有 end time， 還有它的 value。所以它第 I 個 event， 它是從 start time I 開始，然後結束在 end time I。如果呢你參加這個 event， 你將會得到一個 value。那在這個當中呢，你最多就取2個，最多是2個 non-overlapping events 啊。基本上就是你要返回它這個最多2個的 non-over event 裡面當中的極大的和嘛。好，那它自己後面有一段話，你稍微留意一下，它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呢，都是有包含在裡面啊。當然這個很重要，不能參加2個 event 啊，其中一個開始，另外一個結束啊，在同一個時間啊，這個是不行的。好，講更明確一點，就是說你要參加一個 event 啊，如果是它在結束時間在 t， 那你下個 event 你要參加的話，必須在 t 加1啊，所以這個部分啊特別要留意一下。那我們看一下它相關的例題，它這裡面有3個例題啊。例題的部分呢，我們其他這表已經畫很清楚了啊，所以我們直接就看它這邊着綠色的，原則上就是答案了嘛。所以這2加2當然就是4嘛。好，那我們看第2題，那一樣，它也是用同樣方式，所以在這邊的話，這個2加2等於4嘛，就5是大於4，所以它也可能就是單一個 event， 好，單一個 event 也可以，好，最多是2個。好，第3個的話，這邊當然沒有問題，3加5啊，所以當然就是8。好，那我們很快的看一下我們大概解題的一個方式。解題的方式當然就是說，我們不管是用什麼容器，它基本上它的長度是2倍的 n 啊。那原則上呢，我們當然就是你針對這些 events 啊，我們整個走訪一遍。然後是將按照順序，它的 start time 在這邊我們是擺0，那 end time 我們是擺1。那因為我們這邊在start time 擺0， 0是小於1啊，這邊你當然用不0的也可以啊，所以這邊是 false true 啊，用這樣的一個 tuple，所以在這邊排序的，在這邊的，因為它是有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在處理資料的話，它基本上它是符合題目的一個要求。再來就是排序，排序完之後，我們當然就是要針對這個排序過的 time 啊，再去做一個走訪。那原則上，假設它的 tuple 是 t is end v 啊。is end 就代表它是呢 event 上的結束的地方，所以這個在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去考慮 v 所謂的 maxima of v 的一個更新啊，所以這個部分。那另外情況當然就是start time， 它就是 start time 的部分呢，我們當然就是你要去更新max v 加上目前的 v 值，原則上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我們是可以找到我們的答案啊。那當然就是說你要優化的話，在 C++ 的話，我們當然是可以把類似這樣的一個 tuple 啊，把它壓縮到一個5號64位元的一個長整數啊，它速度也確實會比較快。好，那接下來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實作的一個情況。好，這邊我們先看一下它相關的 constraints 的部分。constraints 的部分events 它的長度是介於2到10萬之間，好，所以它長度很長。好 ，events 的長度是3，啊，它基本上就3個元素的那個 tuple， 類似的情況去處理。那 start time 小於等於 end time， 那它們是介於1到10的9次方之間。那 value 的值是在10的6次方，要100萬。好，那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用Python 來看一下。好，那我們看 Python 的部分啊，當然第一件事情，我們當然是先算 events 的長度，然後用 n 來代表。再來，因為基本上我們做這個問題就是用所謂的 line sweep。line sweep 的話，原則上它的陣列長度它是2倍的 n 嘛，好，所以我們在這邊它裡面呢，裡面是有一個3個元素的 tuple，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用 time 來代表。那所以裡面是3個元素的 tuple， 一開始我們全部都是塞0，然後乘以總共有2倍的 n。好，然後呢，我們在整個 events 這個 list 呢去走訪一次。那因為它裡面有3個元素，那我們同時希望能夠有保持它index 資訊啊，所以我們這裡呢就跟 enumerate 一起去使用，所以它的 index 假設是 i。那當中的 tuple 呢，我們假設第一個是 start time， 再來是 end times， 再來是 value， 那我們就用簡單的字母來表示就好了，所以是 enumerate events。好，那我們看一下 time 的部分，在 i 乘以2的部分，2倍的 i 的部分呢，基本上當然只是放它的start time 的資訊。那我們當然塞進去，我們需要做一個區別，所以 s， 然後這邊呢，第二元素我們就放 false。false 會比 true 小，你在排序的時候。好，再來是放它的 value， 然後我們在 end time 的地方，當然的資訊當然是放在2i 加1的部分啊，這個 index 啊，所以第一個元素當然是擺1，再來這邊是擺 true。代表它真的是結束了，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不需要1再加1再 plus 1不需要因為它在排序上true 是比 false 來後面。好，所以這裡當然就是我們的 line sweep 第一個步驟，當然先收集資訊，然後再來呢，因為它的長度。因為它的值蠻大的，所以你這邊我們就需要用排序的方式，所以我們 time 呢，我們就 sort。好，那
再來一個 loop， 我們大概就可以把答案就找出来了。我們設兩個變數，一個當然是 ANS， 是希望我們要傳回去的值，另外一個是 max v， 好 ，max v 就當中最大的 value 出現最大的 value。好，那我們這個回圈呢，當然是針對 time 這個 list 去跑。那當中的 tuple 啊，第一個當然是擺的是 t 嘛，它是時間嘛。再來看第二個元素，它是不是end time 或者是 start time 啊？再來第三個當然是它的 value 啊，所以它這個在 time 這個 list 裡面啊，所以考慮這樣一個 tuple。所以如果它是 is end， 這個時候呢，我們當然就是max v 呢，我們就要做 update 的動作啊，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max v 跟我們目前取得的 v 取極大，否則的話呢，那我們這邊因為它是考慮兩個不重疊的一個時間的和啊，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要去考慮 max v 再加上 v 啊，在這裡面我們取 max， 所以 ANS 呢就是 max ANS 跟 max v 再加上目前的 v 啊，所以它是 start time 的话，我們這邊就更新 ANS， 如果它是end time 的话，我們就更新 max v 啊，基本上透過這樣的方式，然後原則上這樣應該就出來了，所以這個是蠻標準的 line sweep 啊，當中需要用到排序。好，那我們就 run 看看是不是都 OK。好，這三個 case 都正確，那我們 submit 看看。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成效，大概257毫秒哈，大約是在中間哈。一般來講，用 line sweep 來解答，當然速度都不會太快，但是可以解出來。好，那我們再來就是看其他程式語言的部分，比方說 C++ 的部分啊。C++ 的部分，我們跟 Python 的做法其實是類似的，我們也是採用 line sweep， 但是我們加上一個，就是將這個 tuple 的資訊呢，我們採用一個 packing 的動作基本上根據它的 constraints 因為它是value 值是最大的是到100萬嘛，所以原則上我們用2的20次方所以我們這邊我們把它的 tuple 我們把它壓縮成一個 unsigned 的long 所以這個5號的64位元的長整數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那所以這邊當然也是排序14行部分排序好，那這邊我們是將這個 array 呢，我們就是把它定義成為那個 global variable 直接用西阵列去做。那在后面的最後那個回圈部分呢，我們当然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info 的部分呢，我們再把它的個別資訊呢，再把它做處理然後再更新max v 再更新 ANS 最後我們就得到我们的答案。好，那我们这邊也是 run 一遍，好，都正確。好，那我們後面也是有加上快速的 I/O。好，那我們 submit 看看。好，點過來看一下我們的成效，所以它大概20幾毫秒，
大約都可以打敗99%以上 C++ 的使用者。好，那這個是我們實作的部分。